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贾浩，我也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广志。再次热烈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嘉宾啊！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，就不挨着介绍了，因为大家都认识。其实我们这个复盘就比较简单，就想了解一下大家录完之后感受怎么样。哎，大家就是随便聊聊感受，有没有就是本期大家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梗？这笑梁元老师先来吧。笑了的应该是有答案了。回答我，回答我！哦，回答我太上头了。对，不哥，那个回答我是你自己加的。对，就后加的。你不光歌洗脑，你的段子也洗脑。我觉得这感受就是什么呢？我第一次跟南哥见面，跟滕老师见面。就我都想好了，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说什么，就是哎呀，我很喜欢你的作品，很喜欢音乐啊，我没想到会说这些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哎呀，好冒犯，这个你冒犯完了，现在开始好冒犯，你是全场冒犯的王，完了，你说你好冒犯是吗？我都拿生蚝了，你最后还不忘冒犯一下人家那个赞助商，你无差别攻击。我们录这么多期，第一个嘉宾敢在台上冒犯赞助商，谢谢生蚝。为什么老给我们俩安排坐一起啊？民心所向，就观众想看你俩坐一起。哦，可能没有人愿跟你俩挨着，也有可能。可还行，这可还行。那南哥，你说两句呗。谢谢。没有，你说我说两句啊。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白的那个，整个我这个从头笑到尾。他绝对的是有这个天分。不但是有演唱的天分，更有表演的天分，确实很敬佩。南哥的含义就是你来说脱口秀，少模仿他啊，少模仿。说尽管模仿。对。权哥你呢？你有比较印象深的梗吗？没有，我就一直看我坐我对面的心灵一直跪在地上。我每次听到大家掌声，我跟着乐的时候，就看，他又跪地上了。对，心灵一直就是我在上面看，就是他左右翻滚，就是那个小沙发的左右翻滚，我特别怕他滚下去。我对西林有一个最大印象，他说了一句，说我反正也不跪，说我没有，他说南哥不跪，没有，拱事儿吗？不跪的意思是说你很倔强，不会给人随便跪。他早都笑跪了，你不跪，对。对。西林在春晚的那个 reaction 很出圈，但其实今天来了之后，大家看出来他就是真实，就是这样的性格。我就是来证明我没有演，我真的没有演，他第一段就是张绍刚老师还没下台，他妆就已经花了。我那个时候我满脸都是泪，我一直在那说有没有纸巾，有没有纸巾，有没有纸巾，我已经哭到就是那个泪已经到这儿了，我真的从来没有笑到这个程度，笑哭了，真的是笑哭了。他那也都是那个真情实感的，不是演的。如果是演的，可以找他演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聊一下葛莱女老师。对，其实我今天我就是对腾格尔老师的那个表演特别印象深刻，我觉得他语言的节奏感虽然慢了一点，但是特别清晰，然后特别的打动我。而且我觉得脱口秀挺难的，非常难，完成的非常好。其实看不出来你有紧张不适这么，因为你的状态特别松弛，你还有很多表演，加了很多表演，我都没有那么多表演过。我们不敢表演，我们不会表演。那我来问一下吧，南哥，他不说我就问啊，南哥，那个如果用一首歌来总结今天的脱口秀体验，你会选哪首？拿什么成就？缘分天空。哦，缘分天空。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有缘分。风往北吹。对，都是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虽然语言有些犀利，但是其实内涵还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嘛。对，南哥说话太好听。腾格尔老师今天在台上感觉是唱歌唱了好多首歌哈。对，今天您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是那个嘴特别笨的一个人，我是因为我从小学习蒙古语，所以我今天那个讲话的时候特别担心那个说不了普通话，因为开始我昨天看那稿子的时候，好多那个都是那个跑调，就是普通话说不了，所以今天我有点紧张开始。对，然后我念得特别慢，
慢有它的节奏，节奏是对的，因为稍微快就你们听不懂。您虽然普通话不是第一语言，但是您一个字都没念错，不像有些人就是念了说的好多，还是说错了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说谁就谁知道是吧？我的快我自己都没听懂，最后我说哪儿去了呢？这说快了不好。哎，唐老师翻唱这么多首歌，如果让你选一首您最喜欢的，那还是《隐形的翅膀》。唐老师翻唱成名作，翻唱这些歌里最用心、最用功的就是这歌。因为这是我算是第一个翻唱的歌。张韶涵的好多歌听了，最后觉得这歌简单啊，这样它改编起来比较容易。是有人发出了质疑，简单，从哪里开始简单？改编的时候你不能跟他一样，对，跟他一样就模仿秀。所以我把他本来原来是一种那种伤感的东西啊，我把他那个思路彻底给打乱，改些雷鬼节奏哈。对。那所谓的改编简单，是他看谱子就能看出来是简单，是我不太懂是。因为像我们这就是老派的歌手呢，在录音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看谱子。你让我学小样，我学不会。对你给我谱子，我就知道怎么唱。全哥今天跟我们这边主咖的限定版的何老师搭档了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何老师和我来追星的，我特别喜欢广志。哎呦！我听说造纸了。我听说，哎呦，广志跟我搭档，我说那我肯定要来啊。广志确实主持的不怎么样。今天从主持就不擅长，完了最后又唱歌又不擅长。你唱歌不是不擅长，是一种缺陷。哦，对，我跟全哥在台下聊这个事儿，全哥问我是跑调，我说他说你能听出来你跑调吗？我说我没跑调，我说听不出来，太难了。杨老师要发言了。我说那个就是哥，我这不会音乐也评呀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，他职业病。你的那句啊，我接着你那句，正好在音乐上讲，其实是音乐的一个解决。左广志，你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解决的人。这句话听不出好赖。这没有，其实这样，他就是说，你人的耳朵有个听觉习惯，你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的这个听觉习惯。对，所以你唱了，你并不知道我唱的对还是不对。跑调有一方法解决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学会一首歌，就一首也不会。是生日快乐也跑调，没有他，因为他耳朵里没有音高的概念，所以他就很难。如果你硬练，你能解决到70%、80%，但是我觉得没必要。你也没必要唱了，对我也没必要。你俩唱的差不多呀，都。你脱口秀说好的，为什么非得唱歌？不是你接他一个，你试试。哎，上 KTV 一样唱。他俩好像又回到那个节目。对。那今天是梁远老师的音乐首秀哎。我跟他录那么多期节目，没听他唱过歌，这是我们的不幸。这是你们的幸运。哎，今天那个场上梁远老师表演的时候，会真的听着生气吗？啊，我都习惯了呀。习惯了，啊，他就这样，他一直在那说这个麦能不能扩音，能不能扩音，能不能扩音。以前我们都自己弄有个麦克风，这太憋屈了，他说不了话呀，跟他。我听得见，你声挺大的，我装听不见。不是，他今天的说你的部分有哪句算是冒犯到你了？他每天都在冒犯我呀。好浪漫哦！别，我都结婚了，真的。哎呀！哦，这磕到了。我觉得这个奖杯，很高兴，从来没拿过奖，从来没拿过在节目里拿过奖，而且是观众投的，我都看见他们真投了。那个节目呢是什么？现场观众也投，但是他自己的权力很大，他自己一个票就是50票。上一次他那个票没投给我，我就少了50票，我记他一辈子这事儿，真的。你们俩是老朋友吗？对啊，我们俩在音综认识5年了。但是我们是上一次才加的微信，第一次见是5年前，然后平时没怎么交流过。我然后录那个节目，我们录有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才交流。对，就这样，没有认识很多年。哎，离我远点儿。但其实私下还是就是互怼之外，我们私下的时候也会聊天，他很正常。他一评价咱们的时候，他就不正常。他成功让所有人恨他。他有的时候说的东西还挺对。对，就是他说的对的那个地方，你又没办法反驳。他享受这个，我享受吗？我如果演的特别和气啊，这个比如说大白，我觉得你这些地方可以唱得更好一点可以提高。有人听你歌吗？哎呦靠！哎，我靠你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净说那没用的，靠你了！行了，靠我已经很甜了，快结束这一趴。浩哥今儿现场效果也挺好的，对，非常好，有目共睹。浩哥，你有没有觉得错失那个 Talking 有点遗憾？那没有，他7000多万粉丝呢。我这么说吧，如果是梁元得到了 Talking， 我不服，我第一个不服。
因为我得罪得起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我说实在的，没有任何客套，因为我们高中、大学 KTV 真的经常就是最美啊，然后拯救啊，你快回来啊，天堂，真的那兄弟们就唱这个。我一哥们儿，他给我发的那个消息是，他等着看你演唱会，他说你快回来，我的演唱会清单等你拯救，他让我一定转达给你。谢谢谢谢，所以辛苦各位老师，受点累，多出来演一演，多出来开演唱会。我一直在演。我们四川泸州老家就比较小，他就希望您去成都啊、重庆，他能赶过去看一下。上个星期刚去泸州。你就是这么爱聊天，还聊吗，浩哥？那怪我朋友啊，那怪我朋友啊，跟我没啥关系，我是追着来节目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哎，那个梁哥，就是如果说是不是你们这个行业就是会点评人嘛？如果让你点评一下今天的大家脱口秀的表现，是不是也能张口就来？来不了，因为我不是脱评人嘛。我觉得就是像梁远这样的乐评人啊，我们这一代很需要。哦，谢谢。真的，对，有些歌手有些歌真的就酥到家了。是我的歌吗，腾哥？不是说，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真的，真有。对，但是咱们不能说呀。好，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到了那个游戏环节了啊。我们个音乐版的谁是卧底，最终获胜的嘉宾将会获得我们本场的 Music King。第一轮游戏叫规定情境唱歌，在本轮游戏中有一个卧底，一个白板，每位嘉宾拿到一个情景卡片，根据卡片上描述唱出你觉得最符合这个情景的歌曲。好人拿到的情景一样，卧底嘉宾拿到的不同。还有一位嘉宾啥都没有，哦，这用什么歌唱啊？这个，那我得来一首著名的名曲来形容这种心情了。忐忑。好嘞，小白，唱了，唱得唱啊！这个游戏是唱一首歌，你得唱歌，你得用一首歌，就是你用一首歌来那个表达这个场景的心情啊。我再等1分钟，或许下1分钟。周老师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大家心里有自己答案啊。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只想哭。我好难判断这些人都是对，因为可能那个场景有点类似。咱俩这差不多应该。南哥，等你等到我心痛。哦，咱俩一样的。咱俩一样。唐老师抢我的台词呢？唐老师别往里蹭啊！我唱这个。我没忘记你忘记我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看到这个场景这么深情吗？不是，就是它也是一种当时的感觉吧。你看咱们可能都是一个。哎，对。我曲库有点窄了，编不出来了。没有，我谁来把我拯救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最难的就是要猜他唱的是什么。南哥，你没听出来是你的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南哥，我OK， 我拿什么拯救？是我拿什么拯救？我拿什么拯救？再来，我看你能不能听出我。我拿什么拯救？来，我拿什么拯救？好一些，还能拯救吗，哥？还能有进步。和声不是那个，唱了个和声。我拿什么？你还是说脱口秀吧。OK， 大家记住了，他唱的反正是拯救啊。好的，下一个。我有那个心情。Why me？ Why me， 美丽美丽。不，我就唱前2个字就够了。李宇春的歌是。哦，对 ，Why me？ 为什么是 Why me？ 为什么是我 Why me？ 哦，卧底为什么总是你？是这意思吗？为什么是我？我就看到这个场景，我想哇，为什么是我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公布答案。这俩其实很像，其实都能说得通。对，白板小白呗。哥，我唱的等1分钟。
我再等1分钟。等1分钟哦，等1分钟哦。对，但也有可能那像是卧底呀。对啊，卧底也可以啊。我不要乱讲话，我觉得讲话多了容易暴露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觉得滕老师像白板。不，我觉得腾哥铁好人。他铁好人，因为发现提词器迟迟没开，所以他在等嘛。不是，还有个你爱不爱我呢？我解释一下，我唱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其实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舞台不爱我才会出现这个提词器没开嘛。经过我分析，权哥就是白板，有点像。权哥就是白板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我唱的歌太抽象了，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你爱不爱我这个确实有点太缥缈了。我觉得权哥是白板。先票一个，权哥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导演肯定有问题。你写了很多。为什么这句话跟上面那2个都不一样，还是另外一个？走上歌手的舞台，突然感觉嗓子有点疼。我们是个整蛊节目组，选对了。那白板是谁呀？藏这么久。卧底是。我肯定不是我，哥，我不能因为我唱的难听你就怀疑我唱的跑调，但是我是好人。我猜是腾格尔老师。腾哥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是好人。白板是谁啊？那哎，你是什么来着？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纸来女，没错，纸来女。对你肯定是白板，我是好人。你也是好人。提词器没开。白板是谁呀？贾浩。不是我，你看。哦，也是好人，我好人。西林，你是那个，唱的真好。你是白板，我是白板。哎，他唱的啥来着？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哦，白板想哭了哦。我当白板也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知道公开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只知道这个心情一定是不好的。那你会玩啊？好聪明啊！恭喜白板隐藏成功。最后一个游戏了啊！来，我们介绍规则。好，我们这个游戏叫做手舞猜歌词。这一轮同样有1位卧底，1位白板，每位嘉宾会抽取自己的身份卡。好人的卡片上面是统一的一段歌词，卧底的卡片上是一段和好人不同的歌词，白板的卡片上面呢没有歌词。我们抽取卡片之后，需要用肢体动作来展现出卡片上的歌词内容。大家通过每个人肢体动作的演绎来分辨谁是卧底。积分方式和商人一样，我们来导演抽一下身份卡。这游戏对我来讲，就算不抽到卧底也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咱哥俩，你个白板，你凹什么凹给我？这上面是歌词是吗？有这首歌吗？不着急。暴露了呀！不，他是故意的。哦，故意的。有人在混淆视听。从我这边开始吧，我们就赶紧开始啊！一个动作就可。好，演完了。咱俩有点装呀，那我肯定要先演的呀。不能太装了啊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看见是我家大门常打开是吗？我感觉是北京欢迎你。来，权哥演技派。哦，声情并茂。这啥？心掏给你。啊，可以吗？是吧？啊，看着。这是自己的歌吧？抱一抱，兄弟抱一下，南哥，感觉像是空白呢。白板的话，你就是综合一下我们刚才的动作，随便编一下。我是有词儿哈。你编，开始编。哎，心。这个感觉跟我们都不一样。大海，把门打开，蛙泳什么的。心打开，哎，对，海，大海，听到没有？南哥应该跟我们不一样。南哥很自信的发现，他以为跟我们不一样。没事，我不知道。西林，拔河，劳动号子。嘿呦。该我哈。看着钱来。好了，
来了。擦玻璃哦，他不想跟梁远炒 CP。他那个你的心我不要，同桌的你擦黑板呢？你过来呀！你过来，沈腾。哦，先公布答案啊！好人的歌词是你快回来。卧底那个人的歌词是《故乡的云》，咱们判断一下刚才。先说哪个？我这个没有问题嘛，我这个完全没有问题。啊，你这个没问题。对，下一位广智那个，我肯定更没有问题了。怎么说？我肯定没有问题啊！我跟浩哥是一样的，我肯定不是我们哥仨是一样的，不可能有3个卧底，不可能有3个卧底。白小白肯定是卧底。怎么还拉着别人跟自己？我就想问一下小白，哎，那个你刚才那什么擦掉那个，这个很奇怪。这个是在《你快回来》里哪句歌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？我不得表达我这上面的词儿吗？那你就卧底一位。我这个是你的身份是白板，这不你是白板吗？我还擦的吗？有人在混淆视听。他是故意的。他都不是卧底，他是白板。好嘞，出局一位。他以为有一首歌的歌词是你的身份是白板，你的身份是白板。那我出局了呗？那你们玩。还有一个卧底，哎，有一个这个，肯定是直男。南哥那个可能我们以为是大海，其实他说的是云吧？南哥一直没说话，在那儿露怯。肯定是他跟我那个都不一样。你看回来肯定不是这样子啊，只有云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都投票给了南哥啊。不是，我要解释一下吗？你不解释，我们就投你。难道你看这不是心吗？啊，是心。这不是音波吗？声音吗？不，心中有个声音吗？哦，音波。哦，那么多代表性的词，就挑了一个心中的声音。因为我怕你们随便就猜出来这首歌是什么。都已经到第5个人，所以呢还猜不出来，对吧？有一点点道理。不是有一点，它就是有道理。这诚实是硬道理。白板已经就自投罗网了，我们现在要投票看谁是卧底。我想问一下梁元哥，你叫谁快回来是这个样子，这么不尊重的让他快回来的？这不是直接就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？哎，好人。对了，习惯，他要是说话的习惯，不管是什么话都是那个态度。那投票吧，来，腾哥你是什么表情？刚才南哥开始要拉人，你也是快回来啊！你也是快回来。不同意南哥的请举手。不同意南哥的举手。好人就被你们这样误杀了。好了，请公布你答案，看你到底是不是故乡的云？我当然不是啊！我说你快回来啊！谁是卧底？谁是卧底？很明显了，海泉啊！哦，这乱投带节奏，我只是有主持人的习惯而已。那可以揭秘了哈！现在谁是那个故乡的云啊？我是故乡的云啊！我是故乡的云。哎，我刚才就是说，因为你开始拉左边、右边的人在拉，说我们仨，我觉得肯定有问题。那你小子，你啥嘛？你把我的思念带回来，你快回来嘛！你快回来。这个游戏最开始表演的人都很危险，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，所以呢，他只能做到类似的东西。吓人的是，如果白小白第一个眼擦黑板，所有人都要跟他擦黑板。白板。我要公布一下今天的 Music King， 到底花落谁家就是广智。恭喜啊！我也太对得起这个称号了。来为广智送上 Music King 的专属奖杯啊！就在我这拿，还在拿，就在我这儿，都放好了。内定的有点太明显了，哇，跟咱们的杯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啊，奖杯这个杯啊！恭喜我们的广智，何老师，恭喜你。谢谢凯哥，谢谢。好，珍惜这个杯子。希望你在音乐赛道上越走越远。是挺远的，越走越远离了。非常感谢大家能来玩啊！也是这次跟大家的通过这个深入的交流之后呢，也让我对音乐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有确诊了一个病啊，就是这个跑调应该是治不好了，然后也让我死了这条心。我其实是有一个音乐梦的，现在呢，就是我决定还是好好。梦醒了，还是好好的干脱口秀哈，收获很大，感谢各位，确诊了。好。然后也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们，我觉得音乐就得听你们的啊，各位老师也一定能为我们产出更多更好听的歌曲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。好，我们一起拍张合照吧，来吧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冠名播出。